2020年，雷克薩斯 LM 在国内正式上市，指导价116.6万到146.6万。雷克萨斯用超百万的价格跳脱出了传统 MPV 的竞争维度，日本人用极致的品牌底蕴和圈层属性，瞄定了最顶级的富豪们。一时间，老板们对于雷克萨斯 LM 趋之若鹜，因为它代表的不仅是极致的出行体验，还有最顶级的身份象征。但雷克萨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仅仅6年的时间，中国市场的变化竟如此之快。那么问题来了，尊界 V800 真的可以取悦各位老板们吗？ MPV 作为老板车库里用来撑起自己门面、用来接待客户的车型呢，选法其實非常簡單啊，那就是選最貴的就可以了。成功人士就是買什麼東西都買最貴的。值得慶幸的是，尊界在賣貴車這件事上呢是有成功經驗的。之前上市的尊界 S800 指導價拉到了101.8萬，2.5年那台車售出了11300台，並且呢，尊界 S800 很快的就實現了第1萬台的正式下線。在銷量上，尊界 S800 把寶馬7系、奔馳 S 級、奧迪 A8 還有雷克薩斯 LS 全都甩在了身後，而且大概率在這輛尊界 V800 上市之前呢，尊界還會上市一款售價高達160萬的 S800 特別版。所以我們可以大膽的猜測，這輛尊界 V800 是有能力賣得比雷克薩斯 LM 更貴的。除了價格以外呢，老闆們還需要他們的 MPV 把最顯性的數據拉到極致。一台傳統的汽車呢，最顯性的數據無非2個，一個呢是排量，另外一個就是車身尺寸。顯然啊，前者是 MPV 車型不擅長的，因為 MPV 需要給車內留出足夠大的空間出來，根本沒有地方去塞下一個8缸的發動機。當然了，排量呢也不是尊界擅長的事兒，於是尊界就要把車身尺寸這項數據拉高到足夠大的水平。這輛尊界 V800 的車長呢，居然給到了離譜的5495毫米。如果你對這個數據沒有概念的話呢，我給你們舉個例子啊，它比雷克薩斯 LM 要長了370毫米。即便你去對比有着很強的商用車屬性的長軸距版奔馳 B 車，這輛尊界 V800 在車長上依舊有着125毫米的優勢。有了更大的車身尺寸之後呢，設計師就有自己的發揮空間了。就比如這根日間行車燈帶用的是貨真價實的水晶。當然了，在車燈上用水晶這件事兒呢，寶馬和蔚來也幹過。但是尊界最厲害的地方在於，它的這根水晶比寶馬和蔚來都是要更長的。除此之外呢，設計師也有更大的空間去施展他們一個更大的車標設計。奔馳的經驗告訴我們，把車標做大是非常討巧的。尊界呢，也應該是除了奔馳和邁凱倫之外，把車標作為核心設計元素的唯一車型了。而且啊，尊界更討巧的地方在於呢，它的車標做得足夠精緻，所以把車標做大之後呢，車是不顯笨的。發光車標並不罕見，但是把發光車標做成慢反射形式的，應該只有尊界了。而且你看裡邊的紋路，經常戴勞力士的小伙伴應該對它並不陌生。當然了，把一輛 MPV 的車身尺寸做大，最重要的事情還是給老闆們留出充足的空間出來。其實你會發現，把尊界 V800 的第二排移到最後之後呢，腿部空間相對於其他大型 MPV 並沒有太大的差異。而一輛真正高級的車型呢，並不是空間到底有多大，而是在空間利用上能夠深度拿捏老闆的場景。很多老闆一上車就喜歡換拖鞋，於是尊界就留出了一個專門放老闆們高檔皮鞋的地方。這個蓋是純電動的，而且最離譜的地方在於，這裡邊居然是可以除味的。
而尊界最細節的地方在于呢，居然还給你留出了一個專門的綁帶來放鞋拔子，這個鞋拔子居然都有尊界的車標。也比如老闆們一上車就要辦公的場景，華為對於三折疊似乎有一點特別的執念，包括小桌板都是三折疊的。當然了，尊界也深度拿捏了女老闆們的用車需求。這個化妝鏡應該是所有車內第2排最大的一塊了。老闆們上了年紀之後呢，總需要在車裡邊喝點熱的。這個咖啡機呢，在之前的宣傳片裡邊已經向我們展示了。很多小伙伴問這個咖啡機該怎麼洗呢？其實啊，問這個問題的人肯定不是他的用戶。而萬萬沒想到的是，尊界居然告訴我們，這個咖啡機是不用洗的。這裡邊的熱水呢，是從35度到95度，每5度一個變化，都是可以調節的。出水量呢，是從100毫升到300毫升，自由調節的。杯托呢，到時候會放在這裡，它會有一個固定的裝置，避免裡邊的熱水去灑掉。而裡邊放的咖啡呢，並不是咖啡豆，而是我們常見的那種胶囊的咖啡。至於水是怎麼來的呢？這裡邊有一個專門插礦泉水瓶子的口，塞進去就可以了。老闆們呢，也常常需要穿着西服，在公司開完會之後呢，去高爾夫球場換上運動裝，陪客戶打高爾夫。於是，在車內換裝的場景就成為了剛需，而尊界則是把衣架給你搬到了後備箱，而且這個衣架呢是可以非常牢靠的擰在後備箱的上部的，而且這個掛鈎呢也是專門定制的，不至於在車輛的搖晃過程中衣架掉下來。而且啊，但凡你不是姚明那個身高，你的西服是不至於耷拉到地板上的。那麼相对於辦公的休息場景以外呢，這個就是華為最擅長的事兒了。畢竟在 M7 那麼小的車裡邊就能給你安排領中立座椅，更別說這個尊界 V800了。當然了，無論是休息還是辦公场景呢，老闆們都是需要用手機的。於是這輛尊界非常細節的居然留出了一個可以伸縮的手機的充電線出来，而這個線是帶燈的，你晚上也能看到。這個線呢是只有一個 Type-C 接口的。当然了，華為手機呢是全系都標配 Type-C 接口的，这個沒毛病。尊界的工程師呢可能考慮到有錢人的孩子比較多啊，於是呢2排的2個座椅以及3排外側的2個座椅都是有兒童座椅接口的，而且這個兒童座椅接口是外露式的。而且呢，尊界 V800的所有兒童座椅接口也是我見過的所有 MPV 裡邊最方便安裝和拆卸的。而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对於一輛頂級的 MPV， 在各個場景下都需要保證的私密性。快速調節的隱私玻璃呢，在尊界 S800上就已經有了，而尊界 V800 的升級呢，那就是能用簾子擋的地方全給你用物理的簾子。而且尊界 V800 的一键隱私，除了2個座椅以外，2個門上也都是有心調節的。在星空頂的這張簾，尊界是唯一一個。如果你覺得這個簾子擋得不夠瓷實的話呢，你可以把幕布放上來，這樣的話呢，整個後排就完全擋瓷實了。物理遮陽簾相對於隱私玻璃呢，它最大的好處就是遮陽簾它是不反光的。就比如你拿手機和于总去談一個幾個億的項目，你手機屏幕上的內容是不會反射到任何一個玻璃上的。再補充一句啊，如果你要把它徹底收起來的話呢，就得需要司機來手動的幫忙了。最後呢，就是這輛尊界 V800 照顧好每一個場景的高級感小細節了。尊界做法呢非常簡單，那就是能用金屬、實木和水晶的地方呢，全部都給你安排上。就比如這個壁燈是一整塊水晶，也比如座椅屏幕後邊的背板也是實木的，也比如前排每一個功能區域的輪廓，全部都是用高亮金屬質感的飾條給你包上的。至於這裡邊細節中的細節呢，那就是撥動每一個功能時候它反饋給你的聲音了。看到這裡，答案已經非常清晰了，那就是
这輛尊界 V800在每个场景以及每个场景的細節拿捏上是非常可以取悦各位老板的。而且呢，这輛尊界 V800它的这些東西是可以撐得起100萬級的售價的。但最遺憾的地方也是如此，它的細節太能撐得起100萬級的售價了。